如果有一天你正在日本旅游，人在新宿逛街，在河口湖看富士山，在箱根泡温泉，或是在东京迪士尼排队，手机地震警报突然响起，电视画面出现警告字幕，车站也开始广播地震讯息。很多台湾旅客虽然熟悉地震，却不一定知道人在日本时该怎么反应。旅游时最麻烦的不是只有摇晃本身，而是你不熟悉当地环境，你不知道最近的避难场所在哪里，不知道电车会不会停驶，不知道饭店或车站下一步怎么安排，更不知道如果手机讯号中断，该怎么跟台湾家人报平安。最近日本地震频繁，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一带的强震特别受到关注。富士五湖就在富士山周边，这个地名一出现，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富士山。2026年6月26日晚上，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发生规模 M6 地震，富士河口湖町观测到震度6弱，东京也有明显震感。对旅客来说，这种新闻真正带来的问题不是地震学判断，而是如果自己刚好人在日本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要理解为什么富士山周边地震会引起注意，必须回到1707年的宝永大喷发。这场喷发重要的地方不只是富士山曾经喷发，而是它发生在一场巨大地震之后，并且对今天的东京圈仍有警示意义。1707年10月28日，日本发生宝永地震，震源位在南海海潮一带，影响范围从关东一路到九州，造成海啸、房屋倒塌、地盘变动与大规模社会冲击。相关记录显示，宝永地震后，富士山中出现每日10到20次左右的群发地震。12月3日起，富士山东麓开始出现连日鸣动。到了12月15日，地震活动进一步激化。隔天，1707年12月16日，富士山东南侧裂开新的火口，开始喷出大量火山灰。这就是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宝永火口。宝永喷火持续到1708年1月1日前后约10多天，大量火山灰被风吹向东方，静冈、神奈川、江户，也就是今天的东京，都受到影响。当时没有现代铁路、机场、高速公路、手机基地台和都市电力系统，但光是火山灰就已经让道路、农地、水路、房屋和生活秩序受到长期破坏。这段历史真正提醒我们的是，富士山喷发的影响不只在火山口附近，对东京圈和观光客来说，更现实的问题不是岩浆，而是火山灰。日本政府长期研究富士山喷发，是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降灰，首都圈会受到连锁影响。火山灰不是一般灰尘，而是细小岩石颗粒，会刺激眼睛和呼吸道，也会进入车辆、空调、铁轨、电力设备和排水系统。它落在地上会让路面打滑，遇到雨水会变重变黏，进入空域则可能让飞机改道、延误或停飞。东京都防灾资料指出，微量降灰就可能让地面铁路停止运行，道路在干燥时会因火山灰造成视线不良，雨天则会让路面更滑更难清理。航空影响更直接，只要火山灰进入空域，飞机就可能需要绕飞。如果跑道上降灰达到一定厚度，机场就必须评估除灰，严重时跑道会暂时无法使用。电力和通信也是重点，降雨时火山灰附着在电力设备上，可能造成绝缘能力下降，引发停电。喷发后，大家同时打电话上网查资讯，会让通信系统拥塞。如果基地台天线附着火山灰，或停电后被燃料耗尽，通讯障碍可能扩大。对旅客来说，这代表你可能同时遇到电车停驶、航班延误、手机打不出去、便利商店缺水、饭店援助困难。日本有紧急地震速报、海啸警报、火山警戒等级避难所制度，也有地方自治体的防灾地图。东京都、山梨县、静冈县、神奈川县等地都针对富士山火山灾害做过不同层级的准备。旅客不需要看懂所有专业资料，但要知道警报响起后，先保护自己，再跟着官方与现场指示行动。
如果人在富士山周边，第一圈受影响的就是河口湖、山中湖、人野八海、富士极乐园、玉电厂、富士宫、箱根等旅游地。一旦发生强震，火山警戒升高，道路管制或降灰，原本的行程可能立刻中断。靠近火口的区域还要注意火山砾、喷石、落石、道路封闭与视线不良。这时不要为了拍画面往富士山方向移动，也不要自行开车闯山路，应该回到饭店、车站、游客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的安全场所。火山灰抵达各地的时间会受到风向、风速、喷发高度与喷发规模影响，不能用固定道数来看。不过东京都防灾资料提醒，如果富士山喷发，依照风向不同，火山灰有可能在大约2小时左右到达东京。也就是说，降灰不是一瞬间把城市盖住，而是从看得到灰开始，慢慢变成交通、电力、通讯和生活机能的压力。东京市区虽然离富士山较远，但新宿、涩谷、池袋、上野、浅草、银座这些人流密集区，容易因交通中断而混乱。电车一停，车站就会塞满人，出租车叫不到，便利商店的水和食物也可能很快被买光。如果火山灰开始进入东京，旅客不要第一时间冲去车站，先找室内空间停留，例如饭店大厅、百货公司、商场或地下街。东京迪士尼位在千叶县浦安市，如果风向往东，东京湾与千叶方向也可能受到降灰或交通影响。迪士尼最麻烦的是游客多、小孩多、外国旅客多，一旦大家同时往武滨站移动，车站会很快拥挤。这时应该听从园区广播，先留在室内设施、餐厅、商店或园方指定区域，等待园区和交通单位安排。如果人在镰仓、江之岛、热海这类海边景点，强震后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海啸资讯。如果人在箱根、日光、长野、富士五湖这类山区，则要注意落石、道路中断、土石崩塌与降灰造成的视线不良。人在海边时，只要摇晃很强或时间很长，就先往高处移动，不要回头看海，也不要回饭店拿行李。火山灰对人体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刺激，灰粒进眼睛可能造成刺痛、流泪、异物感，严重时可能刮伤角膜，吸进鼻腔和喉咙，可能引发咳嗽、喉咙痛、鼻水与呼吸不顺。对气喘、慢性肺病、心脏病患者或老人、小孩、孕妇来说，风险会更高。旅客如果遇到降灰，应该立刻进入室内，关窗、关闭换气，戴上口罩，保护眼睛，减少户外移动。没有口罩时，可以先用湿毛巾或衣物暂时遮住口鼻。眼睛不舒服时，不要用手揉，先用干净水冲洗。平常戴隐形眼镜的人应改戴一般眼镜，减少火山灰卡在镜片与眼球之间的风险。真正要记住的是，火山灰不是普通灰尘，而是会进入人体、机器和城市系统的细小岩石粉末。它落在道路上会让车辆打滑，落在铁轨上可能让电车停驶，落在机场跑道上可能让航班取消，落在电力设备上又遇到雨水，可能让停电风险上升。所以旅客在降灰时不要急着移动，先进室内，戴口罩，保护眼睛，等官方发布交通与避难资讯。台湾旅客在日本遇到地震或火山警报，第一步是先保护自己。如果人在饭店，远离窗户、镜子、吊灯和大型柜子，蹲低并保护头部，等摇晃停止后再行动。不要在摇晃中冲出房门，也不要搭电梯。地震后先穿鞋，因为地上可能有玻璃碎片。再把护照、钱包、手机、行动电源、水和必要药品放在身边。如果人在商场、车站或餐厅，先听广播与现场人员指示，不要跟着人群乱跑。听不懂日文时，可以直接拿出手机翻译，或记住一句最简单的日文。避難場所はどこですか？意思是避难场所在哪里？灾害发生后，手机最容易遇到2种状况，一种是所有人同时打电话，造成通话拥塞；另一种是停电或基地台受影响，讯号变弱甚至中断。这时不要一直拨电话，因为一直打不一定会通，还会消耗电量。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先传文字讯息， Line、Email 都可以，内容越短越好，只要写清楚3件事：我在哪里，我是否安全，下一步要去哪里。例如可以传：我人在新宿饭店，目前安全，准备留在饭店等官方通知。
这样亲友就知道你没有失联，也知道你的位置。出发前最好先跟家人约好一个固定联络窗口，不要让每个家人都同时打给你。你只要回报一个人，再由那个人转告其他亲友，这样可以省电，也可以减少通讯压力。如果手机讯号中断，不要只盯着手机等讯号回来。饭店大厅可能有公告，车站会有广播，便利商店、百货公司、地方政府也可能张贴通知。你可以到饭店柜台、车站服务处、游客中心或避难所寻求协助。听不懂日文时，可以拿出翻译文字。私は台湾人です。安全な場所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。意思是我是台湾人，请告诉我安全的地方。公共电话在日本灾害时仍然有价值。手机网络拥塞时，公共电话可能比手机更容易拨通。部分公共电话在停电时也可能继续使用。大规模灾害时，依照灾害状况，也可能开放公共电话免费使用。旅客不要完全依赖免费机制，身上最好准备一些10元日元、100元日元硬币。日本还有灾害用传言电话171以及 Web 171，可以在饭店、避难所或车站请工作人员协助使用。如果富士山真的喷发，台湾受到的影响主要会出现在航空、旅游、物流和在日台湾人的安否确认。东京、羽田、成田的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，旅行团可能改行程，自由行旅客可能被迫延后回台。日本寄往台湾的包裹、代购商品与商务文件也可能延迟。这不是说台湾本岛会直接被火山灰覆盖，而是台日之间高度依赖航班、观光与物流。一旦东京圈交通受到降灰、停电或机场关闭影响，连锁效应会很快出现。对在台湾的家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追着新闻恐慌，而是知道旅客的所在地、住宿资讯、航班资讯，以及是否已经完成报平安。去日本之前，先准备好几件事：护照、拍照备份、饭店地址截图、航空公司定位代码截图、下载离线地图、下载防灾 APP， 准备行动电源，身上放一点现金，每天出门带一瓶水。同行者要约好集合点，家人要约好固定联络窗口。日本不是不能去，富士山也不是每天都在威胁旅客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日本本来就是地震多、火山多的国家，而日本政府很早就研究这些风险，也长期进行防灾训练。旅客不需要恐慌，但要理解环境，尊重警报，配合现场指示。灾难来的时候，最危险的人通常不是距离灾区最近的人，而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。去日本旅游前多准备一点，警报响起时少慌一点。这就是旅客面对日本地震与富士山风险最实际的防灾方法。